大家好，我是 Hos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我今天要介绍的手表是 Brother Venture Green Star。Brother 是来自新加坡的微型品牌，一直以来他们以制作工具表著称。今天介绍的这款表就是他们最经典及畅销的 Venture 野战表系列。对于野战表，我的第一印象总是轻薄小巧，非常适合日常佩戴，但缺乏潜水表那种强大的防水性能。而潜水表虽然能够上山下海，功能全面，但往往伴随着偏大的体积与较重的重量，成为日常佩戴时的负担。不过 Brother 巧妙地融合了传统野战表的轻巧设计与潜水表的强悍防水性能，打造出一款陆海两栖的野外冒险腕表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表款有什么亮点。介绍手表前，要先诚挚地邀请你订阅 Host 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衷心感谢你的订阅，为我加油打气。我们先来看看规格的部分。表壳材质由钛金属制成，表壳直径38毫米，表耳到表耳是14毫米，在厚度上的侧梁为 12.8 毫米，重量90公克，搭载的是 Seiko NH35A 机芯，防水深度200米，售价458美元。包装盒里有说明书、一些贴纸和保护卡，还有一块清洁布。而手表装在这个携带保护盒里，我必须说我喜欢这个设计。在我外出想要更换风格或者让手腕休息时，我可以将手表放入保护盒中，保护的效果不错，体积也很轻巧。首先，盘面采用了引人注目的色彩，其灵感来自常见在礁石或西湖斜坡的绿心珊瑚，是没有光泽感的石灰绿色。相互配合的是米白色圆形时标，带有绿色外框。在使用十字布局，利用三角形与条状做出区隔。我喜欢这样经典的布局方式。提高度是新的是盘面与时标的颜色对比，没有日期试算，看起来更加和谐。键形指针也区隔得非常的清楚。时针采用了雾面的银色外框，分针则是使用了带有亮度的绿色，白色加上绿色的双色秒针也很妙。尾端还有 Brother 的 logo。腕表的规格资讯整齐地排列在中间的位置，12点钟位置有 Brother 标记，6点钟位置有 Retro、Automatic 和 200M 的字样，最后再覆盖上防耐刮的蓝宝石镜面，涂上了反射涂层，呈现出的是简洁易懂的表盘。唯一让我觉得美中不足的部分在分钟刻度上，分钟刻度利用白色作为底色，而且区分非常的细到1/5秒。但我发现这个颜色在读分时并不清楚。非常棒的是，连表圈上的刻度都有夜光。官方说明指针及时标采用了日本 Super Luminova 夜光涂料，不知道是不是 Seiko 的 Lumibutter 夜光涂料。在聚光充电后，其亮度还不错，发出淡淡的绿色，发亮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，只有1个小时左右。这一点让我感到有点可惜，毕竟作为一款野战表，它的主要使用场景大多是在户外探险或水中，比如健行、露营或登山等活动。对我来说，如果夜光的持续时间能够再长一点，会更加实用。毕竟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中，能够清晰读时是至关重要的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表款最大的亮点，就是表壳、表圈和表带，甚至是表扣及底盖，全部都是由轻盈且坚固的钛金属所制成。钛金属的表圈上镶嵌着铝制的顶环，倒三角形的白色定位标记，深绿色的0到20倒数标记，之后是配上灰绿色的延伸，底部雾面处理后赋予温和的对比。表圈外的直向可以稳固的握取，单向旋转表圈格数120个。旋转表圈的手感非常轻盈，伴随着的是清脆的声响，格数分明且也几乎没有回弹现象，刻度对齐也非常准确，在操作上体验相当不错。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表圈的尺寸略大于表壳，在工具表这种偏小的壳体设计下，我认为表圈的大小应该与表壳保持一致，这样整体比例会更加协调，才能避免视觉上显得过于突兀。钛金属表壳展现出与不锈钢截然不同的质感，其所有线条锋利且笔直，毫无瑕疵。表壳采用了细致的喷砂处理，质感十分的出色，没有使用抛光处理，而转折的角度也非常利落。我喜欢它全雾面的设计，结合简约的线条。
保持了低调而不张扬的特性。在侧边的壳体上可以看到圆润线条，表耳的4个角落都设有钻孔，这点令我特别喜爱。尤其是当今手表市场上，钻孔表耳逐渐变得稀有，很少有品牌仍然坚持使用钻孔表耳来设计表壳，而它的实用性却不容忽视，可让表带的更换变得简单又方便。对于这表款，我认为搭配那头表带是最佳选择。由于表壳设计并没有向下延伸，导致表耳的倾斜角度较大，这样的设计与那头表带相得益彰。如果改用橡胶表带或其他款式的 T 用表带，可能会出现不够契合的缝隙。位于4点钟方向的小小的旋入式表冠，也是使用钛金属制成，浮雕 Bird 的 logo，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条绿色的装饰线，旋转的手感滑顺，锁入的时候有个小问题。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，表圈略大于表壳，所以在锁入时或旋转时会有点割手。这表款搭载的是 NH35A 自动机芯，作为一个在制表业上无处不在的机芯， NH35A 受欢迎的程度是有理由的，其价格奇惠，并具备极高的可靠性与性价比。以3赫兹运行，动力储存41小时。一般 NH35 机芯的设定是拉出表冠的第一段用于调整日期，但这表款的设计有所不同，这是取消了调整日期的功能段。当我拉出第一段时，秒针停秒，可以直接移动分针带动时针来调整时间。虽然只是个小细节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样的设计更加简洁，也让我颇为喜欢。表带与表壳呈现一体式的延伸，采用了雾面处理，而且可以看到其中的链带非常的小，看起来比一般的链带小了1半左右。不知道这么多的链接对实际穿戴会不会比较贴手。很棒的是，表带的插销是使用螺丝固定，同色系雾面表扣采用折叠式的安全锁扣，上面可以看到一条刻痕和 Brother 的 logo， 就像一条河流般的曲线，象征中国谚语的溪水长流。这句谚语所说的是透过一点一滴的小努力不断改进，最终带来良好的结果而获得成功。表扣上有这样一个刮痕，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。说真的，我是觉得有点多余。表扣上有3个微调孔可以微调，旋入式的底盖保证了200米的防水性，底盖的设计非常的吸引人，中央刻着一个醒目的 X， 周围则标示着手表的规格资讯。底盖同样采用钛金属制成，轻盈且耐用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旋入式底盖设计非常的薄巧，不仅提升了整只手表的轻便性，也确保了优异的防水性能。表壳直径38毫米，表耳到表耳是14毫米，在我的手腕上看起来是一块较小的手表。以我的8英寸腕围来说，比例明显太小了。这款手表适合6到7.5英寸的腕围，厚度有 12.8 毫米。侧面看起来又胖又短的，沉稳内敛的灰雾色调与盘面的颜色配合得很好。如果换上 Miyota 9039机芯的话，应该可以做得更薄。看来更细小的链带起到了很棒的作用，穿戴起来非常的舒适，极其轻便。虽承袭野战表基因，却更强调简约，去户外爬山或者露营活动都很适合。这表款有点美中不足，就是表圈有点太大。总的来说，这表款还是很推荐的，售价仅$458，且还符合以下规格：有钛金属表壳及表带，坚固耐用的自动机芯，优异的200米防水性能，配备蓝宝石镜面和旋入式表冠，完美结合野战表的轻巧与潜水表的耐用，是同价位中功能与性价比兼具的出色选择。不仅实用，还带有浓厚的户外探险风格，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野外冒险，都能轻松驾驭。以上是对 Brother Rentrue Green Star 的介绍，购买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。欢迎在下方留言提出你对这款手表的看法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Hoss， 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